那是什么光？竟是一个襁褓！好精纯的先天神器，生而即为上神，怎么可能？必须立刻禀报陛下！陛下，南天门外发现此女婴患有鬼主赤染尊神的神谕。赤染的神谕，呈上来。他终于肯低头了吗？退下。遵旨。这眉眼像极了他，怎会有血脉中毒？这是什么字？赤染之女，名唤希儿。赤染之女，她离开我8、9个月，音讯全无之后，送回来的，竟是一个孩子。难道在冷战期间，她竟背叛了我？交给昊天，养好她，真是荒谬至极。不，绝无可能。可这世间，这孩子的存在，这分明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只能带回九重天了，真是荒谬的命运。昊天，照顾好我们的女儿。赤染，你倾尽所有的托付，只会成为一颗致命的恶种。好好享受这虚假的温情吧，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此女乃鬼主赤染所出，名唤云溪，寄养于九重天，便入镇。她生来即为上神，此后便是神界的小殿下。竟是天生上神，天帝与鬼主近年不睦。狗狗，大狗狗，驾！狗狗去百花宫。去吧，护好小殿下。要最大最漂亮的花花。哥哥，这多好看！这竟成了这般模样。小捣蛋鬼。茉莉神君，给你，好看。这胡子红彤彤的。哎呦喂，我的胡子！你呀，小祖宗，下次可不许了。这冰火相克倒是无师自通。哇，好多亮晶晶，扔下去，凡人肯定喜欢。小殿下，使不得，快放下！西西，我就看看嘛，真好玩。我的小殿下，使不得呀！吓死老夫了！财神叔叔，为什么不能扔？下面的人不喜欢亮晶晶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喜欢是喜欢，但不能这么给呀！为什么呀？会乱套的，我的小祖宗。陛下，小殿下这性子是不是太过跳脱些？又惹事端。与陛下您的沉稳持重，真是半分也不像。确实不累我。唉，到底是孩子心性，只是这般顽劣，成何体统？长久下去，恐与神界规矩不合，也损了他上神的威仪呀。听说今日又去了百花宫，茉莉神君那般清冷的性子，怕是也头疼得很吧？茉莉，躲这里最安全。又闯什么祸了？我不小心把太上老君炼丹炉的扇子弄断了一根羽毛。太上老君，雷公叔叔的雷骨好像被我敲裂了一条小缝缝。岳老爷子的姻缘簿被我画了一只小乌龟。这丫头，知道了。茉莉神君，这朵花为什么是蓝色的呀？茉莉神君，这棵草为什么会发光？真是有趣。茉莉神君，蝴蝶也是你管的吗？好厉害！茉莉神君，你教我种花好不好？种花？
双眼睛真亮。还有昊天父神，他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我。为什么赤然尊神不要我，昊天父神也讨厌我呢？赤然尊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尊上，他执掌着生命法则。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有非他不可的重要事要做。你的眼睛就长得很像他，很好看。至于你的父神，他的肩膀上承担着很重很重的责任，所以或许有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在意。所以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长大。等你母亲做完她的大事，就会回来看你。太好了。种子，种子，你快快长大。等我娘亲回来看我，我要让她看看我种的花。至柔之水变至坚之冰，一定好玩。看我的冰封万里！哇，瑶池变成大冰场啦！哈哈哈，这小丫头真能折腾，看我的！冲啊！去天河尽头寻宝！哎呀，被抓住了，真倒霉！这孩子越发没有规矩了。这红线乱糟糟的，我来帮帮忙。按眼笕排好，这样才好看嘛。小殿下呀，红线怎么能乱牵？你那个看起来就很乱，我有强迫症。雷锤加水晶，一定能敲出最美的变化花。看我的冰雷爆破！哎呀，方向好像偏了。完蛋，琉璃瓦飞了，仙鹤也被电黑了。传说中的弱水，用来浇花一定很棒。偷偷拿一点，不能被发现。成功勾到一缕啦！快跑快跑，回百花宫去！莫离叔叔的花喝了弱水肯定长得更好。哎，怎么枯萎了？糟了，这弱水怎么把花都弄死了？云溪，你这又是从哪里寻来的奇术？陛下，云溪殿下近日又闯大祸了。他如此不安分，到处破坏秩序，毫无上神稳重之词，与陛下您的沉稳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呢。这孩子究竟像谁，如此顽劣不堪？千百年心血，竟毁于一旦。小殿下，我好像做错事了，想帮忙都不知从何下手。那凡人鬼鬼祟祟想干嘛？这仙衣归我了。休想欺负仙女姐姐！哎呦，什么怪物？是你这头老牛！这小丫头哪儿来的神力？叫人做坏事，该罚！天哪，凡间因果大乱了！陛下，小殿下此次下凡，虽初衷或许是好的，但行事未免太过狠辣果决。那老牛亦是生灵，有其因果。这般心事，实在不似陛下您这般仁德宽厚。臣不禁忧心，是否因其血脉？果然非我神界正统血脉，整日惹是生非，不知所谓。我并非正统。织女禁足100年，允熙闭门思过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原来他一直怀疑我的身世。小殿下，近日为何总是绕着陛下走？他不喜欢我，我也讨厌他。你之前说我是被他送来的。按你说的，他刚烈分明，有准则。如果我真的不是他的孩子，他怎么会把我交给他抚养呢？这逻辑竟毫无破绽。所以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对吗？他只是不喜欢我而已。小丫头，
别乱动老夫的法宝，拿去玩，别捣乱了。财神叔叔，帮帮这个可怜人嘛！哎，你这小祖宗，依你便是。可算让我等到了。这花尚未绽放，现在摘了，岂不辜负万年积蓄？莫离神君，我想帮他换个地方欣赏嘛。哦，换个地方。上次移走的栖霞莲，还在火神水缸里养着呢。他们活得好好的，栖霞莲还冒火花呢。强词夺理。哎呦，茉莉神君打人了！百花神君欺负小神了！起来吧，地上凉。那这霜雪破，待它绽放，我亲自采了送你，可好？上次的还魂草，你只给一片叶子。那是你要喂狗，万年一株，不能当零嘴。那说定了，花开了就给我。又去惹火神了？我是去帮他整理胡子，看着难受。现在我要去财神那儿帮忙批折子啦。你别给他添乱。放心了，你这里为什么总是这么暖和？别处都冷冰冰的。小殿下又去哪儿玩？小云溪又去哪儿闯祸啊？火神伯伯，跑什么？怕我找你算账？说说，昨天是不是你偷溜进我炼丹房，往丹炉里加了什么东西？我就是看到火候不够，帮您添了把柴。天柴？你那叫天柴？你扔进去的是月宫玉兔的胡萝卜，害得我一炉九转金丹全是胡萝卜味儿。那不是想着给金丹添点甜味吗？苦兮兮的多难吃。你呀，整天就知道胡闹，下次不许了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那胡萝卜味的金丹效果怎么样啊？去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儿气我。其实效果还不错，就是味道怪了点儿。财神叔叔，小云溪来了，快进来。今天怎么这么多啊？唉，人间正值乱世，求财的折子自然就多了。可财运天定，哪是求就能求来的？这个张老三求财是想给母亲治病，倒是个孝子。这个李富贵都已经家财万贯了，还求更多，贪心。你倒是分得清。那当然。这个王五想开个包子铺，缺本钱，但承诺每天免费送10个包子给穷苦人，这个好。哎，你小祖宗，这折子不能乱批呀！哪儿乱批了？这种好人不该帮一把吗？这个想赌博发财不行，这个想克扣工钱，呸！这个想赚钱修桥路路，准了。那个不行，那人过往因果未了，此生无财。好了，剩下的财神叔叔自己来吧，我出去玩啦。去吧，下次来，叔叔给你留些神界糖丸。财神爷准了我那穷书生建学堂的折子。什么？驳回了？还说我不义之财太多？这……那丫头实在太过顽劣，昨日又去了百花宫，据说差点毁了莫离神君精心培育的霜雪破。百花宫的事，莫离自己会处理。可是陛下，那孩子毕竟是赤染尊神的女儿，身份特殊，若总是这般无法无天，恐怕……不必提他母亲，那孩子既然生在神界，就该属神界的规矩。陛下说的是，只是他生来便是上神，却无相应德行，难免惹人非议。若是能经历些磨练，知晓世间疾苦，或许对他也是好事。此事朕自有考量，会想。规矩，整天就知道规矩，冷冰冰的有什么好？躲在那里做什么？我没躲，我就是路过。方才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又如何？雪颜神君他一直都不喜欢我。他是不喜欢你，还是为神界秩序考虑？神界不是游乐场，肩负着守护3界的责任。我知道，我帮财神批折子，
是辨别善恶，我哪有无所事事？强词夺理，您就是看我不顺眼，因为我娘与你母亲无关。退下。陛下，该去法会了。查一下，他最近去了哪儿，做了什么？月老爷爷，我帮您。人间痴男怨女多，红线不够用喽。那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听？是啊，这是你的女儿，她的父亲究竟是谁？真好看。莫离贤君说话还真算话。小殿下，您醒了。火神宫刚才派人来传话，说请小殿下有空去一趟，好像新得了一坛什么烈焰醉，想请小殿下尝尝。烈焰醉，火神伯伯宝贝的很，上次月老爷爷讨一杯都没给。快帮我梳洗，我这就去。火神伯伯，我来了！小丫头真灵，这烈焰醉我炼烧900年，今日刚起风，第一碗给你。慢点喝，这酒劲儿大。叫你慢点儿，没事吧？好啦，但是好舒服啊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酿的，比莫离神君那的果酒带劲儿吧？只能再喝这么多了，这酒后劲儿足，喝多伤身。小殿下，小心些。知道了，谢谢文昌星君。喝了多少？就一点点。火神伯伯的烈焰醉可好喝了。茉莉神君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我给你带了一小壶。贪杯误事，下次少喝些。知道了。他怎么了？有些不适应神界的清气，需要慢慢引导。无非是说我顽劣不堪，需要磨练。雪岩神君肯定又添油加醋，他就看我不顺眼。雪岩神君与赤染尊神有些旧缘。什么旧缘？神界并非净土，亦有纷争，谨言慎行，莫要被人拿了错处。莫离神君，你这样就很好。还是莫离神君最好。神君，尊上传召，请您即刻前往凌霄殿议事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酒醒了再出来。尊上突然传召莫离神君，是为了什么事？就摸一下。魔渊异动，近期人间戾气暴涨，怨魂数量激增，已影响到轮回秩序。鬼界传来消息，赤染尊神仍在闭关，十殿阎罗请求神界协助稳定人界。陛下，据臣观测，人界此番节气升腾，似与神界某些因果牵连有关。若神界自身有失公允，德行有亏，难免会引动下界怨气，尤其是一些本不该承受如此尊位，却无相应德行，扰乱神界秩序的存在，其因果牵连或许更为深重。传朕法旨，即日起严密监控魔渊动向，加固周边封印。人界之事由雷部、斗部派遣神将下界巡查，涤荡妖氛，安抚亡魂。至于神界内部秩序，是该整顿。小殿下，
方才有人送来一些新编的红绳结，说是给小殿下玩的。真是有心，我又用不上这个。嗯，没劲。莫离神君，雪颜神君，陛下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为了三界稳定，有些牺牲也是在所难免。神君似乎对那孩子格外关照。他心性纯良，只是活泼了些。这是好事，但神界自有法度，生而为神，享无边寿元与尊荣，亦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代价。若因一人之故，引动下界怨气，波及三界安宁，这因果恐怕不是一具心性纯善所能承担的吧。雪颜神君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此话也同样适用于你我。神君说的是，我等身为上神，更应谨言慎行，以身作则。告辞。听说了吗？陛下似乎有意整顿神迹。可不是，尤其是对那些根基不稳却身居高位者。嘘，小声点，这话也不能乱说的。不过说起来，那位小殿下确实是唯一一位。陛下法制，清查神界各司部人员名册、灵力本源及因果牵连。百花宫掌管万物生机，关乎三界平衡，请神君行个方便，配合查验。百花宫名册，稍后自会奉上。至于灵力本源与因果牵连，乃神袭私事，非相关文书所能强查。统领请回吧。莫离神君，这是陛下的意思。莫非你要推脱不配合？本君依规行事，何来推脱之说？若需进一步查验，请携相关信物亲至。神君的话，本统定会如实回禀。告辞。来了。莫离神君，他们无事，不过是些例行公事。与你无关，是神界固有的秩序之争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云溪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生来便是上神，这非你之过，亦非你之罪。神界冰冷，并非你的赤诚需要改变的理由。这是陛下动怒了，这威压是针对谁的？上神云溪，上前听旨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，我自己去。云溪，拜见上仙。云溪，你可知罪？不知云溪所犯何罪？不知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朕原以为你只是顽劣成性，不识大体，可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行此大逆不道、祸乱三界之事？我做什么了，让你这般说我？证据确凿，还敢嘴硬？此物
在魔尊麾下信物噬魂骨笛，是从你西华宫的寝殿暗阁之中搜出。云溪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勾结魔族，此乃百死莫赎之罪。我从未见过此物，是谁？是谁栽赃于我？小殿下，此事当真？你为何要如此啊？魔族与我神界势同水火，您身为上神，怎能与他们有所牵连？这岂不是要将三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吗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，是你，一定是你陷害我！够了，人赃并获，岂容你抵赖？陛下，此事定有蹊跷。小云溪她年纪尚小，心思单纯，怎会与魔族勾结？这定然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是啊，陛下，小殿下虽顽皮，但心地纯善，绝无可能做出此等祸事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昊天镜可监察三界，何不请出昊天镜一照便知真假呀？对，用昊天镜照，这东西肯定不是我的，我才不怕。冥顽不灵，你既提到昊天镜，可知此等蕴含魔尊本源气息的邪物，自有遮蔽天机、混淆阴阳之能。纵使昊天镜，亦难窥其被置入你宫中的具体过程。你以此为由，是以为朕奈何你不得吗？你生而为神，不思修身养性，恪谨实走，反而顽劣成性，嬉闹无度，扰乱神界秩序，干涉下界运行。更甚者，因你之故，因果牵连，引动人界戾气，而今更是证据确凿，涉嫌勾结魔族。此等重重罪责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看来你依旧毫无悔意。神界容不得无法无天、德不配位之神，更容不得勾结魔族、心怀叵测之神。既然你生来不知疾苦，不明秩序，不辨正邪，朕便罚你堕入轮回，历人间百世劫难。尝遍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之苦，以此洗涤神性，明悟天道伦常，铲除魔障。昊天，我看错你了。赤染之女名为希儿，交给昊天养好她。陛下，赤染神君性子刚烈，或许是一时之气，只是这孩子的血脉关乎神界正统，不得不慎。陛下，不可！云溪年纪尚小，纵然有错，也罪不至此。百世轮回，稍有不慎，便是神格陨落，神魂消散啊！陛下三思。云溪心性纯良，只是活泼了些。臣愿以自身功德担保，请陛下从轻发落。陛下，请陛下开恩。法旨已下，不容更改，即刻执行。夫神，你判我此罪，送我入轮回，究竟是因为这所谓的勾结魔族，还是因为你从未信过我，也从未信过我母亲？带下去。昊天，你会后悔的。陛下，云溪上神已入轮回，其神职暂由何人代理？其神功又当如何处置？其神职暂由各司部自行协调，其神功封存，未有朕之法旨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是。陛下既已行雷霆之判，认定云溪牵连因果，引动三界失衡，为使公允，也为让众神监察轮回，明悟天道，何不开启观城镜，将云溪百世轮回之景公示于众？莫离神君，准。
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这就是小云溪的第一式，看起来是个公主，还挺享福的嘛。享福？你没看见镜边标注的“亡国”2字吗？等着看吧。这将军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眼神不正。小云溪太单纯了，这分明是美人计啊！糊涂啊！这真是……为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两国交锋，岂容儿女私情？你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。王八蛋！老子要下去烧死他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利用女子真心，行此卑劣之事！这才第2式。他的眼睛是天生就盲的吗？还是……多害怕呀！莫离，无妨。于中啊，那昏君明显是要你死，为何不反？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自古皆然。只是苦了这孩子。渣子，人渣！本神要消尽他九族气运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可这不值啊！可见其心性偏执，不懂转还，何该受此磨难？不能再看了。莫离，神君不可！百花神君莫离，百花神君莫离，违经天规，干预轮回，以儆效尤。然天道至公，既有人缩住，此一事劫难，便不作数。云溪轮回需重历此时之苦，直至圆满。医者，人术也。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一心复救，无做功夫行迹之心。这一世看起来倒是平和。素韵名字倒是雅致，符合医家气质。素文，记住，医道人心。莫失莫忘。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悬壶济世，人心人术。这一世的小云溪，总算能得善果了吧？是黑巨温。
寒人地季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歹毒的瘟毒？此瘟凶险，须以清风明月草为主，佐以……苏文大夫，去不得，那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李阿婆，我是医者。父亲说过，剑比苦躺，若己有之，若因惧死而避之，我学这一身医术何用？傻孩子，太傻了！那瘟毒岂是凡躯能挡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倔脾气，到底是向了谁？找到了，他找到了！韩星兰，真的是韩星兰！这孩子有医缘，更有大意义呀！听说没？林大夫那方子用了山岭邪花。一个姑娘家，天天往死人堆里钻，也不见染病，不是妖孽是什么？保和堂的胡先生说了，那刘公子就是吃了他的药才死的。怪不得瘟疫来的这么邪门，偏偏他就能治。说不定就是他招来的。败类，医界败类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竟敢如此污蔑良医，颠倒黑白！那老匹夫，还有那些渔民，小云溪救了他们的命，他们竟敢！人性之恶，竟至于死。妖女，就是你害死我儿，传播瘟疫！诸位乡亲，看看这些鬼画图一样的方子，还有这来历不明的邪花，此女定是修炼邪术的妖孽。若不除之，瘟疫必将再起，我等皆死无葬身之地。乡亲们，那药方是真的。韩星兰姓韩，正克闷毒热邪。刘公子之死，与我开的调理方子无关，定是另有缘故。瘟疫尚未根除，若毁去药方，中断治疗，之前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，会有更多人死去。求你们想一想。妖女还在狡辩，蛊惑人心，烧死她，烧死妖女，瘟疫自消。对，烧死她！不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是救人良方，良方啊！停下来，你们这些蠢货，停下来！谁敢点火？韩星兰三次，铺以金银花，切记。良方啊，那是救人的良方啊！太惨了，为何要如此折磨他？素问，这一世又结束了，他的神魂越发暗淡了。
第45世边塞风雪。撑住，别睡过去，忍着点儿，马上就好。别乱动，想活命就咬紧牙。好小子，手真稳。都别退，顶住缺口，身后即是家乡父老，退一步，父母妻儿皆为鱼肉，是爷们的随我上！安兄弟，等打完仗，跟哥哥回老家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让我娘把最俊的妹子说给你。得了吧，就你妹子黑得像炭，安兄弟能当上门女婿呢。别听他们瞎掰扯，多吃点，太瘦了。谢谢赵叔，我吃得下。这偷来的情谊能维持几时？小心冷箭！安兄弟，你别吓我！大开伤太重了，必须剪开。你怎么是个女娇娥？安平，你可知罪？末将知罪，任凭处置。女子曾军，欺君罔上，按律当斩。安平虽欺瞒朝廷，然其忠勇可嘉，战功赫赫，免其死罪。然军法不可废，女子之身不可再立于朝堂君主。即日起，褫夺一切军职封赏，遣返原籍，永不录用。婉儿，听说了吗？安家丫头冒充男人去打仗，丢死个人！女人就该在家绣花做饭，跑到男人堆里，成何体统？怕是在军营里早就不提了。朝廷都没要的人，回来干什么？带晦气！你个丧门星，还有脸回来？你想害死我们吗？赶紧滚！我们家没你这号人！憋屈，太憋屈了，老子受不了了！昊天，老子跟爹你拼了！这是什么狗屁天道？什么混账轮回？祝融，冷静！你现在去就是送死！天归如山，忘了莫离神君的下场吗？何其不公，何其不公啊！为国征战，舍生忘死，竟不得善终，反遭唾弃。护佑者反被所护者弃如婢女，此等世道，此等人心，修什么仙，问什么道？不公，天大的不公！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，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。岂有此理！这苏家的人是瞎了吗？那苏婉儿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。唉，小云星这眼神又冷下去了。不怪姐姐，是婉儿自己没站稳。爹爹，那墨姐姐很喜欢，婉儿不敢争，那是爹爹心爱之物。姐姐，你若喜欢，与妹妹说便是，妹妹帮你去给大哥要，何苦让大哥着急伤心？栽赃，
彻头彻尾的栽赃。那丫鬟分明是收了好处。那苏婉儿次次勾心，漏洞如此显，凡人都看不穿吗？小云溪为什么不解释？为什么不反抗？解释，谁听？反抗？她要一个弑母的孤女，拿什么反抗偏心的家族？姐姐好福气。也许离开这里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不对劲，这贤亲王看小云溪的眼神里没有爱慕，只有审视和估量。恐怕有诈。这王府未必是净土。小云溪，他好像有一点期待。王爷，您既心仪婉儿小姐，为何当初要求娶三小姐？婉儿小姐对您也是一片痴心啊。婉儿单纯善良，在苏家时便常受云溪欺凌。云溪心性狠毒，若非本王将她娶过来，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，娶她不过是筑一道屏障。日后如何处置？待婉儿出嫁后，若安分，给旨休书；若不安分，自有去处。畜生，人渣！这是什么狗屁王爷？这什么扭曲的心肠！为了保护一个绿茶，就去毁掉无辜女子的一生。他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小云溪，他听到了，他全都听到了。这比直接打骂更诛心呐！原来我从未逃出牢笼，只是换到了更大的牢笼。看守我的狱卒正是我的夫君，我的心彻底死。不要，祖母，婉儿不要去做奴婢，婉儿会死的。我的乖婉儿，别怕，祖母怎么舍得让你去那虎狼之地？这可如何是好？难道真要交出婉儿？他们苏家未嫁的嫡女，只有她一人。我仿佛只是个局外人。无耻混账！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想的还是牺牲云溪。血脉亲情竟凉薄至此，那苏婉儿是他们心尖肉，云溪就不是苏家骨血了吗？看那小绿茶哭的，这时候倒知道怕了。岳父大人，老夫人，国难当头，更应表率。狄然所求虽是无理，但若能暂缓兵锋，亦是无奈之策。云溪毕竟是本王王妃，但也不是全然无办法。本王可向狄然使者言明，苏云溪虽为本王正妃，本王因知晓她心性不佳，在娘家便屡有恶行，故从未与她圆房。他不仅要将我交出去，还要践踏我的尊严。从未圆房，心性不佳。她至今仍是顽固，是苏家嫡女，符合要求。倒是个法子。王爷，这对姐姐的名声……披着人皮的畜生，老子要烧了你九族！他这是要诛心呐！让他死都不得安宁。他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赖以生存的名声，被他轻贱的做了交易。哼，那就是王妃，我有拴墙的宝塞。心肠歹毒，活该。送去也是为国除害。可惜了那副好将嘛。每一句话像一把盐，洒在血肉模糊的心上。这繁华的京城，只让我遍体鳞伤。母亲留给我的念想，成了保持尊严的工具。
错嫁豺狼，众叛亲离，终于结束了这荒唐而冰冷的一生。真是晦气！拖走！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湮灭了。这便是天规吗？明悟天道的代价。那彻底破碎的眼神，连怨恨都显得多余。那光亮何时熄灭了？为何充满纯粹的恶意？难道是我错了吗？这孩子又在偷学，即便蒙昧凡胎，这份向学之心，竟比许多饱学之士更纯粹执着。那对夫妇看似给了他栖身之所，实则与奴役合力。掌柜，我想立契借钱考童试。女子读什么书，考什么功名？安分守着店铺，日后寻个老实人家嫁了才是正理。就是，还想借钱？哼！你吃我的住我的还没算清楚呢。鼠目寸光，此女文气已显，若得栽培，他日必非池中之物，几两银子都舍不得，活该一辈子守着破书寺。老子真想一把火烧了这破店！小云溪这丫头的眼神，跟当年在百花宫偷学种花时一模一样。我绝不认命。中了，小殿下中了秀才！好，总算有件顺心事儿了。不过是起步罢了。这朝廷水浑着呢。一个孤女怎么可能写出那种文章？肯定是找人捉刀的，说不定跟那老板不清不楚。此女文章确实言之有物，可惜流言四起，本官不敢过于抬举啊。随他们去说，我只求心中大道，唯有苦读，方能破局。面对如此污蔑与困苦，他的眼神为何还能这般沉静无波？没有怨恨，没有疯狂，你到底在坚持什么？万一她真是我的女儿？不，那古笛、雪岩的证词，种种证据确凿，岂能作假？勾结魔族仍是重罪，百世轮回是他应受的惩戒。此女文章务实，朕需培植寒门，打破世家垄断。江淮水患，必须找出根源，实地勘察，不可疏漏，定能救百姓于水火。工部与水打交道，倒是契合小殿下本源。终于算是踏入仕途了，福兮祸之所伏啊！一个女子也敢作威作福，这纯属骗取巨款。此女干政，理应严惩。为保朝局，只能弃她。我无愧于心。无耻老贼！若不是小云溪争气，他哪来今日风光？竟敢背刺！陈守业，你这等小人，此等忘恩负义之徒，何该穷困潦倒，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？凡间律法竟如此腐朽！那女帝，她明明知道，她选择了牺牲小云溪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亦不改初衷。这一切我都不在乎。我对不住你。快走，别惹祸上身！这群凡人瞎了眼吗？这世界不配拥有你的剑。这眼神像极了赤然。不，魔族信物确凿，我的判决无误。时辰已到，上路吧。行。第72世终了。万一她真是我的女儿，这念头竟成了梦魇。好痛！又是个赔钱货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，又是女娃儿。我的苦命孩子，喝下去，活着。好冷，肚子好饿，快吃吧，多下蛋。我也想吃一口。作死啊你，还敢抢！娘，为啥弟弟不用去挖野菜？他是男孩，得撑起这个家。女儿家日后总归要嫁人度日，
平安长大便够了。原来我是多余的。不好，是虫灾，这日子实在太难了。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王老三，我来给你指一条生路，2斗糙美，让你家三姑娘去我家住一阵子。这般做怕是不妥吧？不要，我不想去。去那边好好生活，家里也能安暖些。跟着李叔走，以后要懂事儿。走了，该动身了。娘，爹，别回头了，往后好好活下去。岂有此理！虎毒尚不食子，这王家父母枉为人伦。2个孩子也如此歹毒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连桶水都挑不稳，真废物！打死你这个扫把星！疼，好冷，为什么我还活着？老天爷不给人活路啊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河神震怒。因尔等村住不洁，有污秽之气冲撞神庭，故降下旱魃之灾。若想求得甘霖，须以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纯阴之女为祭，献于河神，方能平息神怒，普降甘霖。纯阴之女，献祭。此女命格至阴，身带晦煞，正是那冲撞河神的污秽之源，已是最佳的祭品。以他之身洗净村落污秽，河神必降甘霖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自从这扫把星来了我们村就没好事儿。李瘸子，你这媳妇儿就是个灾星！为了全村老少，为了地里的庄稼，献祭了吧！河神大人息怒啊！妖言惑众，哪来的邪佞之徒，敢结界神明行此恶事？愚昧、无知、可恨！污秽之身，献于河神，洗涤罪孽，换取甘霖。吉时到，送祭品。要下雨了，真的要下雨了！河神显灵啦！混账东西！哪来的魑魅魍魉，敢冒充河神，受此血石祭祀，污我水族清明，乱我天地秩序！玄龟、夜叉2将听令，即刻下界，彻查清河伪神棍黄半仙之来历，追踪其背后是否有邪魔唆使。巡查那清河，若有任何不入流的水精野怪，敢借此兴风作浪，吸纳血石，无论缘由，立斩不杀。将魂魄所拿至本军殿前。得令。此非祭祀，乃谋杀。一村之人合谋害命，罪加一等。那王老三、张氏、李瘸子、黄半仙及所有参与推动负恶献祭之首要村民，阳寿尽后，魂魄不入轮回，直接押送孽镜台前，照彻其心，一律判入相应地狱受刑，其家族气运连消3代。甘霖，
甘霖，这雨是洗刷了干旱，还是淹没了良知？是救了众生，还是葬送了最后一点人性？如果云溪真的是我和赤然的女儿，绝不可能。我的判决不容有失。这一世，连个名字都没有吗？凡人官吏，竟敢如此克扣朕斤粮！岂有此理！那周婉里竟全是泥沙，若非这父神所阻拦，我定要降下神罚。好冷，动不了了，谁来救救我？好漫长。火，给他一团火，哪怕一点点！可恶的天道，竟让我等只能眼睁睁看着，任何干预都会害了他。这别闷的规矩何时是个头？云溪，你撑住啊！真他娘的冷，冻死老子了！这破地方连根毛都没有，呸！真倒霉。那是好像有东西，藏了什么？拿出来，给老子松手！还敢护着？拿来吧你！我的。混账！畜生！那是他的，滚一边去！终于有吃的了，就这么点儿，塞牙缝都不够，去死吧你这小杂种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装死是吧？我让你装！好痛！为什么都要抢我的？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好黑啊！晦气东西，浪费老子力气！终于结束了吗？好冷，骨头都碎了，生命像握不住的沙。那是篝火和白面馒头吗？都是假的。那里什么也没，没有神佛，没有奇迹。就这样吧，一切都毫无意义。他咽气了。为什么？天道何其不公！我的招财阵全成了苍白的讽刺，财富在苦难面前一文不值啊！老朽牵了万古红线，却护不住这可怜的孩子，这滔天的劫啊！那眼神是对一切的彻底否定，这不是悔悟，是万念俱灰的空。朕是天地，绝不能动摇。不过是力竭罢了。阿信，你的心依然彻底寒了吗？好痛！他历经磨难的执念，已然化作寂冷秘境。快看本源神魂，它在收缩，就要被暗沉雾气完全包裹了。关沉境的涟漪平复了，这是何处？没有翻乱景象，竟是一座江南庭院。第100世，终于到了最后一步。林家，念初，这名字，这院子倒是清静。阿初，
我们阿初最乖了。等你爹爹回府，定要告诉他你今天多听话。爹爹，似乎比昨日又沉了些。今日辛苦你了。这林清燕倒是个难得的。这一世，难道真要不一样了？且看着吧，莫要高兴太早。瞧着还是这般淡薄，女儿家总要有些精神气儿才好。整日闷在房里，像什么样子？是，母亲说的是，四弟妹就是太过小心了些。孩子嘛，总得经些风雨，不像我们府上那几个皮猴，整日里跑马射箭，身子骨不知道多强壮。可不是嘛？听说前几日阿初又请了王大夫过府。虽说四弟在朝为官，俸禄丰厚，可这银子像水似的花出去，不要吃了这许多也不见起色，到底不是长久之计。刻薄，这老太婆眼神好生厉害。那姑奶奶和伯母画里藏针，不是省油的灯。好在林清燕是明白人。阿楚，记住爹爹的话，有爹爹在一日，便无人能欺你和你娘亲。你只需顾着自己开心，把身子养得结实些。喜欢读书，爹爹亲自教你；不喜欢也无妨，爹爹总能护着你一世安康。我的儿！哎呦喂，这人都抬回来了，还不赶紧入殓封官？停在这里是想把晦气传遍整个林府吗？三嫂，青燕她刚回来。哼，刚回来怎么了？死了就是死了。我家老爷正在升迁的关键当好，巡盐御史的位置多少人盯着呢？你们四房倒好，弄这么个晦气东西停在家里，是想冲撞了我家的官运不成？还有你个没脊柱的小丫头片子，更是晦气中的晦气！我告诉你，林念初，从现在起，3年内不许你踏进我们三房的院子一步。要是敢靠近，带衰了我们老爷的官运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岂有此理！兄弟罹难，不说帮扶孤儿寡母，竟还如此逼迫！此等毒妇，当受拔舌地狱之苦！小云溪，他还在看着父亲的棺椁。那女人怎么敢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瞧见今日来的这些宾客没有？那可都是冲着咱们林家的面子。尤其是三弟，马上就要高升巡盐御史了。哼，这些人啊，8成是来提前烧三弟你这口灶的。不如你们三房分了。大哥二弟若不好意思，三方多拿些便是。
胡闹！四弟刚走，我们做哥哥的怎能分他的丧仪？这成何体统？此事休要再提。够了，少说2句。分？凭什么不分？凭什么不分？这礼钱本来就该是我们3房的，难道要白白便宜了那2个扫把星丧门星吗？柳氏，你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就生了这么个病秧子赔钱货！我告诉你，赶紧把礼账交出来，那是我家老爷的钱。三伯娘，那些是各位叔伯伯伯来送爹爹最后一场的心意。心意？我呸！少在这里装可怜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！不然我今天就让人把你们赶出听竹院，让你们睡大街去！娘这病，怕是就在这几日了。可不是嘛，娘一走，这家可就得分了。尤其是4房那份家产和听竹轩那个好院子，要我说，等娘一闭眼，就想个法子把他们赶出去。柳氏不是还有个娘家吗？让他们回江南去。四弟留下的那些田产，自然该由我们兄弟几个平分。听竹院嘛，我家老爷眼看就要高升，正好给我们腾儿做书房。这是不是太急了点儿？四弟才走多久？二弟妹，你就是心软。他们母女俩留在府里，就是2个吃白饭的。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克完四弟，又来克我们？早点打发走。2审3审姑母，祖母尚在病中，你们在此议论这些，是何道理？程轩，你懂什么？我们这是为了林家大局着想。娘，你醒了。告诉你二叔，这个家不能散，撑起来，不能欺负老四家的。和阿初他们孤儿寡母无益。阿初，祖母走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你放心，祖母既然留下了话，二叔他们总会顾及几分。有大哥在，也不会让人随意欺负了你们去。这冰冷的林府，终究还是有一丝人情的。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暗流涌涌。娘，您病着，吃清淡些好。娘，前阵子我让孙氏给您送些零花，他可给了？给了100两，你有心了。3000两变成100两，二叔对他的为人算是彻底凉了。三弟妹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我也是听人嚼舌根，是四弟妹无意中提过那么一嘴，我还不信呢。二嫂，你方才对三嫂说是听柳氏提起三嫂的闲话，请问二嫂，你是何时何地听柳氏亲口所说？当时可有其他人在场作证？在四叔追问下，他栽赃陷害的把戏无所遁形。至于3审，刻薄寡恩、贪婪霸道，全都摆在明面上。四哥公干辛苦，若不嫌弃，一同进去用些便饭。啊，给你用些便饭，正好你妹妹也在里头牙签闲着。
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四哥呀！四哥如今可是大忙人，手面也阔绰，都能给岳父家1掷千金的置办宅院了。怎么，今儿倒有闲工夫来蹭我们这口粗茶淡饭？能给外人买房子，难不成还缺这一顿饭钱？还是说四哥那岳父家的门槛太高，连顿饭都舍不得给女婿吃，逼得四哥要出来打秋风了？不必了，王某还有事，告辞。与这样行事全凭一己系户爱的李为亲，简是灾难。然而，最能暴露他贪婪本性的，是他母亲临终前的一件事。趁着兄嫂悲伤之际，他竟将母亲房中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。连母亲身上佩戴的首饰都不放过，其凉薄贪婪，令人发指。母亲的首饰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拿了？那是母亲临终前亲口答应留给我的，难道不留给我，要留给外人？你竟做出这等丢人现眼的丑事！我拿亲娘的东西怎么了？我不活了！四叔这座靠山倒了，三婶的贪婪会化作锋利刀刃，刺向那对无助母女。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密谋夺产。堂哥，我信你，祖母会保护我们的。这微不足道的希望之火，又能持续多久？风暴已至，而我能做的实在太少。人心险恶，怎是只言片语便能约束的？这最后一线生机，终将沦为击溃他的最后重击。娘，娘，您别担心，祖母留下话了。程轩大哥说，祖母叮嘱不能欺负我们，奶奶心里还是疼爹爹，疼我们的。真的，老夫人她真的这么说了。那就好，有这句话，他们总会念点亲情吧。你们可都听见了？娘说不能欺负那对母女。哼，难道真把家业留给外人？可程轩要是说出去，哼，那丫头当时不在，没听见。只要程轩闭嘴，谁能证明？大房示弱，敢不听三弟的？哼，没错，我这就去找他。程轩，三叔、三婶，你祖母临终的话，不许告诉那丫头。三叔，那是祖母遗命，不能欺负他们。遗命？四房产业难道白送给柳氏？程轩，大房日后还得养丈夫，你总不想母亲和前程受影响吧？这就对了，三叔不会亏待你。遗言护佑，不过镜花水月，堂哥的承诺不堪一击。提议往日臣已经在密谋夺产，最后一丝光熄灭了。心头好慌，仿佛要大祸临头。这是爹爹留下的最后根基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拿回我们林家的东西。你个丫头片子，拿着这些地契想做什么？
我爹爹留下的，是祖母答应要留给我们的。你祖母什么时候答应过？